都说此生必驾独库公路，它不只是一条网红自驾天路，更是一条用生命浇筑的英雄之路。当年数万官兵耗时整整10年，凿山开路，攻坚克难，足足有168名筑路勇士永远长眠在天山脚下。它全长561公里，横穿天山山脉，贯通南北疆，一路包揽雪山达坂、原始森林、那拉提空中大草原、巴音布鲁克高原湿地、红山峡谷与大小龙池，一天过4季，10里不同天，草原、戈壁、冰川、林海无缝切换。今天就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奔赴这条既有历史温度又有绝世风光的独库公路。离开了乌鲁木齐的天山天池，我就直接驾车来到了独库公路的起点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而就在独库公路起点西边的不远处，就有一处独特的景观，叫泥火山。独库公路的第一站泥火山喷发口就是在独山子区的旁边了。现在呢，爬山上去就是在那上面了。现在景区修了木头的栈道。回头看一下，这边呢就是克拉玛依市的独山子区了。看起来楼房是稀稀疏疏，人口规模呢不算很多。在这边呢还有一个废弃的厂房，看起来呢像是以前的炼油厂。在远处呢还有一些很高的烟囱呢。这里的海拔不算高，只有800来米，不过山顶呢应该有900米。正常来讲火山都是喷岩浆嘛，而这里的火山呢却是喷泥浆，所以说被称作泥火山。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哦，果然是喷泥浆这里还留了一道口子，让多余的泥呢可以流出来。看一看这个水是凉的还是热的冰凉的其实这个原理很简单，就是这下面呢有一股泉水，然后把里面的泥给带出来了。这里前面好像还有一个泥火山口也过来看一下。独山子泥火山喷发口，不过这边这个呢它没有喷的那种现象就像是一股泉水静静地躺在这里。原来所谓的泥火山口还没有一个脸盆那么大，与其叫它泥火山，还不如叫它泥泉。看完了泥火山喷发口，现在就过去独库公路的临起点处，旁边呢还有一座独库公路博物馆，从这里过去大概就只有2公里吧。一日游4季，10里不同天。由大美独库从独山子出发，这里既是独库公路的临起点处，也是大本营这里不仅有酒店，也有房车营地，还有各种餐厅，都在这里排队打卡拍照呢。独库公路起点处，在正式进入独库公路之前先进来博物馆看看走进博物馆，看着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瞬间就被触动了。当年没有大型的机械，全靠筑路官兵一锤一镐，肩挑手扛，他们整整花了10年时间，硬生生在险峻的天山峭壁上凿出了这条天路。他们用青春和生命打通了南北疆。现在我们轻松自驾的每1公里，都是前辈们用热血换来的，真的特别让人敬畏和感动。在这个立体模型中，我们就可以很好的看到独库公路的全貌了。它蜿蜒曲折，高低起伏，经过了好几个山顶垭口，从独山子通到库车，所以叫独库公路。那这一次我要将独库公路沿途所有的风景都争取拍下来，做一条巨细无比的视频。那现在呢，就从临起点处出发，到下一站独山子大峡谷，还有26公里。
独山子大峡谷是需要门票的，这里的门票30块钱。不过我觉得用无人机来航拍一下就已经足够了。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呢都看过一部电影呢，叫做《飞驰人生》，其中汽车冲入峡谷的那个镜头啊，就是在这里拍的。用无人机从空中俯瞰独山子大峡谷，画面非常震撼。这是奎屯河1万年冲刷出来的 U 型峡谷，全长20多公里，最深处有200多米，两岸崖壁布满了褶皱与沟壑，像大地裂开的巨大伤痕，粗犷又美丽。其实它是天山雪水裹挟着泥沙，千万年不断冲刷侵蚀形成的地形地貌，每一道纹理都是时光的印记。看完了独山子大峡谷，我继续前行，开始奔向海拔更高的区域。也正是由于海拔落差明显，天气也是变幻莫测，一时阳光明媚，一时阴雨绵绵。由于这是一条景观大道，来这里自驾游的游客众多，所以每隔几十公里都会有一个服务区。现在是到了将军庙服务区了，这里有小吃、卫生间、超市。其实现在独库公路啊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一路上呢都是有补给，不用担心在路上啊买不到吃的。下方的河水非常蓝，刚刚在路上呢下了一场大雨，其实现在雨还没有停呢。今天的行程有可能就会到乔尔玛服务区过夜，那这里到乔尔玛呢还有65公里。现在离乔尔玛还有36公里，到了天瀑观景台。天瀑啊，就是在这个位置了。不过现在瀑布啊好像没有水了，只看到冰雪融化的溪流。现在这里的海拔已经是2700了，穿着这样的防晒衣啊已经顶不住了，需要换上冲锋衣。在这样的高海拔地带，已经看不到林木植被了，取而代之的是裸露的山体。我放飞无人机航拍，虽说这个季节水量稀少，瀑布几乎看不到水流，但远处连绵的雪山清晰可见，群山层峦起伏，苍茫辽阔，高原独有的苍凉大气感一下子扑面而来。我在这里稍作休整，随后来到了雪冠天山服务区，这是独库公路全程海拔最高的一个服务区，一天金四季的感觉在这里被体现得淋漓尽致。早上出发还是夏天，中午到了山顶就进入冬天了。来到雪冠天山服务区了，这上面呢是白雪皑皑啊，还飘起了雪花。这个雪越下越大了，在镜头里面呢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啊。而且就在刚刚呢开始起雾了。现在虽然在飘雪花，不过一件薄的外套啊还是能够顶得住，而且我的裤子呢还是相当薄的。在地面上呢也是有一些雪啊，抓一把，哇，好冰凉啊！甚至还有人脱了衣服在车顶上拍照。现在离乔尔玛服务区还有23公里，继续往前走。在行驶的过程中，眼前出现了一条长廊，因为这里紧挨着雪山，长廊就是为了防止发生雪崩时而堵路修的。独库公路弯急坡陡，有280多公里都是在海拔2000米以上。其中有4座打板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打板一词是源自蒙古语，意思就是山顶的隘口。而前方我们要经过的就是哈希勒根打板，海拔3490米，是整条独库公路的最高点。进入哈希勒根隧道，全长300米。而这条哈希勒根隧道也是当时中国海拔最高的公路隧道。过来这条隧道之后呢，这一边呢就是属于伊犁州了。那这个地方呢是叫做乌苏，看一下离前方的景区啊还有多远。再来。这里的海拔是3454，是整条独库公路的制高点了。看一下那边还有5G 信号呢。
那么到这个位置呢，就相当于是走完了独库公路的1/5，走了大概有120公里。过了哈希勒根隧道，就离乔尔玛服务区不远了，但还需要走一段下山的路。此时此刻眼前的场景，对于生活在南方的人来说，你很难想象这是夏天，夏天就已经是冰天雪地了，到了冬天就更加难以想象。这也就解释了独库公路为什么每年只能通车4到5个月，每年的10月中旬到第2年的5月底，都会因为大雪封山、路面结冰而禁止通行。对了，在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只有7座以下的车才能够进入独库公路。这里就是乔尔玛服务区了，这里的设施比高速公路的设施还要齐全，不仅有卫生间，还有酒店、各种餐饮店。现在是晚上快7点钟了。其实新疆的天色呢是没有那么快暗下来主要呢是因为天上现在有乌云。你看，在马路的另一边呢，景色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假如说有阳光的话，会非常的漂亮。那今天晚上呢，就在这个服务区露营过夜。明天呢，我们去唐布拉百里画廊。在这个服务区，我吃了一顿兰州拉面，结束了这一天的行程。早上起来发现临时交通管制了，现在往独山子方向不能走，往百里画廊方向可以走。刚刚听交警说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下了这么厚太阳出来了，彩虹也跟着出来了，就是在这个位置。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告别了独库公路的主路，朝着百里画廊的方向出发了。这里是百里画廊当中的你好服务区，看一下这后方也可以看到雪山呢。这里后面呢还雕刻着2个字花海，不过现在已经看不到花了。在这里可以同时看到草地、河流、森林、雪山，真的是百里画廊这边还有一条栈道，可以走到河边来看看。观景台前方100米，在这一片区域里面，现在就只有我一个人呢，独享这一份美景。仙女湾，此生必到，新疆唐布拉百里画廊。一踏进这片秘境，瞬间就被眼前的景色惊艳到了。我立马飞起无人机航拍，眼下的草地已经染上了一层秋意，泛起了淡淡的金黄色。清澈的河水蜿蜒流淌，岸边成片的高原森林郁郁葱葱，远处连绵的雪山静静伫立，草原、河流、林海还有雪山层层叠叠交织在一起。在这里不用任何滤镜，大自然随手一勾勒，就是一幅浑然天成的山水油画。看完了百里画廊，我重新折返到独库公路与百里画廊的岔路口。甜蜜尼勒克欢迎您。现在呢是来到了这个交叉路口，一边呢是往百里画廊，然后往这个方向呢就是库车了。就在桥的对面呢，还有一座独库公路纪念碑，现在走过去看一看。这里写着乔尔玛烈士陵园，也就是纪念碑这里了。这上面写着为独库公路工程献出生命的同志永垂不朽。独库公路全长是562.75公里，修了10年时间才通车。那么总共呢是牺牲了168名筑路工人，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我们一起缅怀一下这些为独库公路而牺牲的人。当年他们不畏严寒险阻，用血肉之躯在天山绝壁间凿出了这条天路，把青春和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群山之中。如今我们自驾沿途欣赏美景，一路坦途风光无限，都离不开这些英雄的默默奉献。站在这里，心里满是敬畏与感恩。离开了独库公路英雄纪念碑，我一路向南行驶，奔赴下一站那拉提空中大草原。从纪念碑到那拉提全程大概180公里，车程3个小时左右。一路穿行在群山之中，草原连绵起伏，远处的雪山若隐若现，风光一路切换。越往南走，景色越温润治愈。刚刚是过了乔尔玛的另外一个服务区，
在这里啊，可以近距离的来接触一下这条河流。这一块石头像不像是大水牛啊？我在独库公路有一群羊。过了这一段绿水青山，我们将再次登上高海拔，到达玉溪莫勒盖达坂。它的海拔在3200米以上。即将要穿越的玉溪莫勒盖隧道，全长1943米，是独库公路最长的隧道，也称天山第一隧。这里是高海拔严寒地带，地质极其复杂，前后修了10几年才成功。它避开了原来极其危险的盘山路，打通了天山脊梁，它北连草原，南接盆地，真正实现了天险变坦途。即将向右前方进入右转专用道。那拉提，在这边呢就开始往右边转。如果直走的话呢，就是沿着独库公路，下面呢就是巴音布鲁克了。车子进入那拉提景区之后，顺着盘山公路慢慢往山上走，半路就能看到立在山坡上的养蜂女大型雕塑，伴着草原微风，进进矗立的雕塑自带故事感，也让人心生感慨，仿佛读懂了草原里那段温柔又绵长的情愫，氛围感直接拉满。这座雕塑因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而闻名，它在山坡上望向远方，像是在等待，也像是在告别。蓝天白云下，雕塑与草原雪山融为一体，温柔又深情，让人忍不住停下脚步，静静地感受这段草原上的爱情故事。看完了养蜂女雕塑，我继续驾车向高处进发，去往大名鼎鼎的那拉提空中大草原。很快就来到了第一个打卡点网红桥，这就是很多到那拉提的人都想来拍个照的地方了。网红桥，其实这座桥本身就是一座普通的小型独木桥，造型平平无奇，但架在辽阔的空中草原上，身旁就是成片的高原森林，背靠连绵不绝的雪山，蓝天作衬，草原为底，简简单单的一座小木桥，瞬间就拍出了治愈又壮阔的大片质感。在这里呢，也是可以体验一下骑马，不过价格我没有问，估计不少于100块。这里不仅有草原，还有溪流、森林、雪山。来到那拉提啊，才算是真正的感受到了新疆的美。看完了网红桥，我继续前行，正式驶入盘龙古道。这里沿途全是成片的高原森林，道路两侧高大挺拔的云林雪山层层簇拥。这片森林还被誉为中国最美10大森林之首。古道蜿蜒盘旋，宛如巨龙腾空而起。这里的每一个弯都是大自然勾勒出的绝美笔触。行驶在古道中，一眼望尽山河辽阔，整个人的心境也跟着豁然开朗，随风飞扬。盘龙古道的美不只在于蜿蜒的山路，更藏着一份奔赴远方、挑战自我的无畏气魄。在这里，方向盘每转动一次，都像人生路上的一次抉择，藏着未知，也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穿行在雪岭云山的林海里，一步一景，满眼苍翠，完全沉浸在了那拉提最原生态的山林秘境里。告别了那拉提的空中大草原，我重新回到独库公路，继续向南奔赴巴音布鲁克。这段路大概80公里，车程约1个半小时。来到一处停车场了，看一下这对面，连绵好几十公里的雪山啊，看起来非常的壮观。在这里呢，也是可以体验骑马，骑到这下面去。每骑一次呢，
要100块钱，骑马照相还要10块钱，骑马转草原50块。马就不骑了，走到下面的草原看一看。站在这个位置拍相当漂亮哦。好，现在继续往前走，这里距离巴音布鲁克还有37公里。继续往前驾驶，一路从温润的山林草原，渐渐过渡到辽阔的高山草甸，视野越来越开阔，风里的气息也变得更加的清爽自由。远处雪山连绵，公路笔直伸向天际，每一眼都是治愈的辽阔，让人满心期待接下来的旅程。来到巴音布鲁克天鹅湖景区了。这里好像是可以开车进去啊，等一下过去游客中心咨询一下。申请了自驾票，然后现在开车进去。这是进来之后的第一个观景平台啊，这里有2头用茅草搭的牦牛，非常巨大。这里就是巴音布鲁克大草原了，还有远处的雪山。这里的景色美得有点不太真实啊。不过现在呢，虽然说草啊已经枯黄了，但是还是有着另外一番景象啊。那现在继续往前走，去九曲十八弯的观景平台。到了九曲十八弯观景台，先往左边参观，等一下呢再往这边走。这里游客好多，是整个景区游客最集中的地方啊。这里呢就是九曲十八弯，在另一边呢还有更近的观景台啊。来到巴音布鲁克，必打卡的就是九曲十八弯了。登上观景台俯瞰，开都河就像一条银色玉带，在广袤的草原上蜿蜒出无数个优美的弧度，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九曲十八弯了。夕阳西下时，余晖洒在河面上，波光粼粼。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九阳连珠的奇幻景象。9个太阳倒映在河湾里，美得让人失语。天地辽阔，河水悠悠，站在这里，所有的烦恼都被这片草原的壮阔冲淡，只剩下满心的震撼与治愈。离开了巴音布鲁克，向南前行，我们就要翻越独库公路标志性的铁力买提达坂，它的海拔高达3220米，也是南北疆的天然分水岭。紧接着我们会进入铁力买提隧道，它全长1894米，这条隧道将巍峨的天山拦腰打通。过去没有隧道时，翻越达坂只能走险峻的盘山道，如今穿隧道而过，省时又安全。出隧道的瞬间，景色截然不同，北边是草原临海，南边是峡谷戈壁，一山隔南北，风光两重天。刚刚从铁力买提隧道下来，连续走了几十公里的盘山公路，现在距离大小龙池还有8.5公里。这里景色还不错，这里有一片胡杨林，这上方还有一群羊呢。这里应该是一个河谷，不过现在这个季节水没有了。我在这里稍作休整，不久就来到了藏在天山深处的大小龙池，一大一小2个高山湖泊，像2颗碧绿的宝石镶嵌在雪山脚下，由天山雪水融汇而成。湖水清澈见底，倒映着蓝天白云和雪山森林。新路唱天山，心连心的雕塑，景色还是相当不错，只是今天的天气不够晴朗。这下面呢还有游船呢。早在唐代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里就有对这里的记载，书中描绘这里猪龙异形，交合牝马，遂生龙驹。古老的传说让这片秘境更添神秘色彩。漫步池边，山林静谧，湖水澄澈，千年时光仿佛在此静止。告别了大小龙池，我就来到了独库公路旁的天山神秘大峡谷。整个峡谷由红褐色的巨型山体组成，是亿万年风雨雕琢的杰作。
也被称为克兹利亚大峡谷，维吾尔语意为红色的山崖。景区的入口，这里面全长呢是要走3.7公里。这里一边呢是可以骑骆驼，另一边峡谷风情街。继续往前走，这里就是南天门了。两边的悬崖峭壁，看起来是非常的有压迫感啊。走进峡谷，峰回路转，两侧岩壁陡峭险峻，纹理千奇百怪，过道相当的狭窄啊。不过观光车呢还是可以过。这一面山壁啊比较危险，是用钢丝啊包裹起来了，怕有石头砸下来。阳光透过岩壁缝隙洒进来，光影变幻，神秘又震撼。狭窄处仅容一人侧身通过，开阔处豁然开朗。这里步步是景，处处藏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站在峡谷的中间，环视一周，好壮观啊！而且山形地貌非常的奇特。继续往前面走，路中间一块大石头，时来运转。看看这尊佛像，不过这应该是新的。下面还有一个水泥墩呢。走到尽头了，这里被大石头堵住了。这一段是叫做月牙谷。现在抬头看，天空像不像是一弯月亮呢？现在原路返回到停车场，然后开车到库车市。离开天山神秘大峡谷，一路向南，最终抵达独库公路的终点库车，也就是古龟兹国的所在地。在这一次独库公路之旅结束之前呢，再来看一个景点——金字塔自然旅游区雅丹地貌。这里呢也是独库公路的终点，独库公路终点库车，也就是0公里处。这后面呢就是雅丹地貌了。这里有一条游览步道，登上这一个土丘，登高望远。独库公路不愧是最美的自驾公路之一，沿途啊可以看到雪山、森林、草原、丹霞地貌、雅丹地貌，还有河流、峡谷，基本上中国有的地形地貌啊，在这条路上呢都有。从独山子到库车561公里，一路穿越雪山、草原、森林、峡谷，一日游四季，10里不同天，堪称中国最美的自驾公路。这条路不仅是一条交通要道，更是一条连接自然与历史、冒险与治愈的传奇之路。那些翻越过的打板、欣赏过的美景、感动过的瞬间，都成为了人生中最珍贵的记忆。独库的终点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它让我们明白，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最珍贵的永远是追逐风景的勇气与自由。